们看完这个美中台关系之后呢，接下来看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到底会如何进展呢？现在谈到的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他会见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谈到什么？他说把去风险改成去中国，搞这个小院高墙，对华脱钩。最后呢，美国将会反噬到自己身上。他最后说了一个俚语，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来警告美国。另一个部分呢，王毅也会见了这个包括英国的外交大臣卡麦隆，他说这个要妥善处理分歧跟矛盾，那推动了中英关系应该回到正确的轨道。他说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扩大利益的交汇点，加强交往跟合作，以及妥善处理分歧矛盾，推动中英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正确轨道上。那卡麦隆呢，其实也蛮正面的回应，他说英方呢愿意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英中关系，那同中方呢发展更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以互相尊重的方式来控管双方的分歧以及解决问题。再来谈到呢，布林肯的会晤，王毅也关键所谓的中国是不是支持俄国的这个国防工业呢？也强调说台海和平的稳定性。布林肯呢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呢，包括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呢表达关切。那双方呢也就中东与朝鲜半岛局势呢交换意见，并且确认两国高阶官员会晤以及跟进这些议题。另一个部分谈到俄乌局势的部分呢，现在呢乌克兰宣布呢已经要从乌东的要城呢阿夫迪夫卡撤军，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乌克兰的军方也宣布说，这个主要的战略重镇阿夫迪夫卡撤军呢，因为数月以来一直受到所谓的俄军的围困。那美国的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呢，他就谈到说，俄罗斯正在派遣一波又一波的部队攻击也让这个阿夫迪夫卡面临到俄罗斯控制的风险上面了。另外呢，普京也将传出要访北韩那俄罗斯的大使呢就预告将会签署一系列非常好的协议。怎么说呢？他说这非常好的协议一系列签署这项协议呢将在总统普京访问北韩时签署。而现在不只要访问北韩还包括了有没有机会能够访到中国大陆呢？中国驻俄的大使也证实强化中俄阵线来对抗西方。怎么说呢？他说，普京今年将出访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多次的会晤，借以强化中俄阵营来对抗西方势力。另一个部分他谈到的是这个普京的头号的政敌纳瓦尼呢，现在传出骤逝了。那死前呢，他在狱中的视讯还发生这种惨笑的画面，现在也曝光了。他说，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骤逝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的哗然。但是不久之前，他曾经在狱中视讯跟外界联系，还拿自己开玩笑，而且看起来精神抖擞。那现在突然传出死讯，也让外界觉得是不是背后有一些阴谋论上面因为这个纳瓦尼呢，在2月16号下午，因为散步呢传出身体不适，然后失去意识，在医护人员救治下呢，仍然宣告不治。那现在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这个呢，已经目前还没进行法医的相关检验，但西方的结论呢已经准备好来指控俄罗斯来谋害纳瓦尼的意图呢，这个意图是不言可喻的。那现在呢，美国现在最新情报也指出说，俄罗斯有能力在太空部署反卫星的核武系统。美国最新情报指出呢，俄罗斯现在具备在太空中部署反卫星的核武系统，并且已经向国会和美国的关键盟友进行简报。多位在场的国会议员强调，尽管情报令人担忧，但并不对美国或是其他利益构成立即的威胁。但问题是，美国现在还没有反制，还有防御任何所谓的太空攻击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也是一个巧合呢？就在俄罗斯公布这样反卫星武器之后呢，五角大厦的这个导弹追踪系统也送上了低轨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呢，在测试新的导弹的这个追踪轨迹扩散战士太空架构，将原型的机送上低轨的轨道。这个是不是也凸显所谓的美国担心俄罗斯以及中国在太空领域上的能力，正在努力保护通讯以及监视全球的定位系统？话回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这次王毅跟布林肯的会面，以及还有跟这个卡麦隆的会面，是不是带来了一些双方释出善意的一些讯息？我觉得中国跟美国还有中国跟英国那个就是行礼如仪而已啦，是，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因为卡麦隆只是外长现在整个英国的内阁反中的部长一堆包括苏纳克本人所以要有大的突破真的不容易
虽然说卡麦隆以前当总理的时候是跟中国非常友好的，是还说是黄金时期啊，不过那个已经很久了啦，那个已经事隔8年了啊，所以已经很久了，所以我认为不容易有进展啊，不容易了。那至于后面这些问题都是很实质啊，是，而且未来的冲突的发展的空间都非常的大啊。事实上，第一个就是那个阿法迪夫卡啊，可能即将沦陷了。那据我了解是俄军啊，已经集结4万部队进去了。那大概想要来帮普京助选啊，因为普京3月要选举，是，那就是要因为打下这个城市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啊。有指标性在哦。有，大概就巩固住了顿内兹克，等于是整个乌东地区，乌兰，就是他那个等于就是目前大概类似啦，比如说巴赫姆特啦，有好几个地方啦，马里乌波尔啦，几个战略的城市，这个大概是最后一个，是的，被俄罗斯打下来了啊。那打下来会有什么后果呢？意思就是之后就是一马平川了。就俄罗斯如果要往前再打，那基本上并没有很强的战略防御了。是，那你就不知道他要打哪里了啊。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呐，就是乌克兰你要不要谈判？那如果你不谈判，他可能就随意攻击了，比如说一下打哈尔科夫了，一下又打哪里了，然后用新占领的土地当筹码，说你要不要接受之前的那个边界了？这个是让很多国家都搞过这种战略，是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北约如何面对这个新的情势啦。目前只看到一直给钱啦，比如说乌克兰跟德国、法国开会嘛，那法国要给30亿欧，那德国要给70亿欧，可是这个有什么用？因为你需要的是军备啊，需要的是人力啊，那大反攻的这个局面如何兴起做集结啦？是。那另外就是你刚刚讲到最后那个新闻，其实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现在不知道他的那个我们讲这个反卫星的核武系统啊，它搞不好具有攻击性啊。不是只有防御而已，对不对？现在美国最担心的就是它是不是可以破坏它的 GPS 哦。如果这样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我跟你讲啊，事实上据我了解是，因为阿法迪夫卡即将陷落，然后俄罗斯公布了反卫星的核武系统，所以美国急着要跟俄罗斯见面。美国都是这样，美国需要或者他觉得好像力有未逮的时候，他就想跟你见面，就好比这个苏利文突然想见王毅一样，因为红海他没有办法处理啊。是所以我跟你讲，现在事实上国际上最严峻的事情，事实上是这一类了。比如说美国急着见中国嘛的代表嘛，为了处理红海的问题，所以相对上王毅就不断跟他讲台湾的问题，所以赖清德现在就如坐针毡嘛，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谈到哪里啊。那俄罗斯这个也是，阿法迪夫卡如果被打下来，然后接下来他的反卫星的核武系统继续往前走，那美国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国际的局势有点对美国不利了。至少这2件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处理。是，帅将军你怎么看呢？因为阿夫迪夫卡这个点啊，对，就是往下再一打，就把乌南跟乌东完全切断。对，克里米亚的补给也就中断。所以这个是他春季大攻势的一个战略目标。如果你从战略目标，你把战略目标撤离，代表你这个行动整个失败。所以俄国很快就把它要拿回来。这个我们看这个你的目标没有达成，就代表任务失败。那失败以后，下面就是俄国的进展了。是，所以这个我们要看他打阿夫卡迪夫卡的目的啊，伦茨斯基的目的，那跟他失败了。第二个，王毅跟布林肯这2个8个钟头，我都很佩服的，能谈些什么东西啊？公布出来的都是老调嘛，对不对？那善小恶小，就说你跟我谈，又在那里使手段，又在后面插刀子，那有什么好谈的呢？第二个，我跟你讲，这个没有结果的。为什么？你布林肯能完全代表拜登吗？
你能代表11个月以后的川普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具代表性，对你的不确定性，这个谈判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做表面而已。哎，就是老调重弹一下嘛，重申嘛，顶多谈谈这个红海控制问题啊，船运安全这种枝枝节节的啦，没有什么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了。另外，这个反对党领袖史黛玉里面，谁也不能担保他哦，因为他是这个西方注意的目标，你就要长命百岁。这个东西，我们讲认知作战就是很好的一个题材嘛，哈。所以这个问题啊，在现在这个中俄、中美、美俄，现在一个新的战场具有在太空里面。因为乌克兰战争里面证明了星链的价值，情报上的价值。第二个，现在都有能力把送出去的卫星改装成一个轨道型的核子弹，这就很麻烦。是这个东西，它每4小时、3小时在你美国上空过，你也看不出他要不要打你。突然一个命令下来了，你拦截的时间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东西变成双方竞争的。你看，中国最强项的就是跳跃式的变轨的超音速飞弹，就在大气层跟这个太空的低轨的附近来玩这个游戏。第二个，到了中太空的时候，没有空气阻力了，这个卫星不是可以绕很多天吗？如果这里面带了卫星、带了情报、带了攻击武器的话，这是未来一个很可怕的战场。因为这个阿基里斯腱就悬在你头上，卫星从你头上过的时候，它就可以下来，那很可怕。所以这个问题啊，是地面传统，你看坦克了、飞机、大炮都已经快要过时了。这个是一个新的竞争的场所，所以为什么大家在晶片上要搞，在这个飞弹上要搞，这是未来战争的形态，所以这东西很快啊。你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对海军上面都用雷射、激光，这个微波，因为什么？美国最厉害的战斧飞弹都是贴地飞行的，贴到海面飞行的。你高空的飞弹我可以解算，我可以拦截。对迎面而来，以前是靠这个方阵机炮打成一个弹幕，现在那个都不够了，还有无人机，所以未来的微波了、什么激光了，这种武器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想象中间看一次大战那个大炮20重、16寸米苏里舰，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是吴教授你怎么看呢？其实王毅见布林肯，这个我们只能看从他的发言大概去推测他们讲什么或者他们要表达什么，但是基本上外交的头见面大概是一些大方针。美中现在大方针我们看的就是在贸易跟科技上面，是他们要避免这上面再恶化，虽然已经够恶化了啊。我们从2018年能够缓和一点，对，我们从2018年进中兴华为到2022年、2023年美国科学与晶片法案，美国一直在强加对于这个上海的长江储存的限制哈，那中国也反制嘛，美光跟这个 Intel 反制，所以他们两方在科技上面就互为来往，所以才造就了去年这个雷蒙多跟王文涛讨论嘛，就是好，我们要成立一个副部长会议啊，然后每年2次，尽量避免没有理由的互相禁止在贸易上面的互相杯葛这样子啊。问题是这些谈一谈，谈完之后，他们还是互相回去个老路子，因为美国人讲科技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对，我们就是不要让中国在科技上超车，所以我们谈归谈，我们进归进。那他们如果这两个外交头在讨论的时候，一定讲说好，我们在这方面麻烦不要再小院高墙，不要再对我们制裁。这王毅还是要重申一次嘛，对，如果你要合作，麻烦在合作的地方我们开始谈合作，关系还没有到那个情况，对不对？对，问题是为什么这一次布林肯还要这么再去再讨论，是因为全球的地缘政治目前对于拜登政府的续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乌克兰战争很快又要2年了，对，没有见到曙光，而且它变成一个 protracted conflict， 我们在讲说延长性的战争，它变成打持久战、长久战，这对乌克兰也好，对泽伦斯基也好是不利的，对拜登所谓的民主同盟也是不利的，他已经再丢了600亿美金，总共是1700亿来支援乌克兰了。对于拜登政府接下来在选举上面会变成是一个捉襟自肘的一个现象乌克兰背后有中国的影子，他希望中国你要表明你的立场。对，中东以哈冲突，他虽然后面是伊朗在后面做宗主国，
进行一个代理人战争。对，我们看有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好啦，红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叛军也好啦，然后再加上这个哈马斯，这加起来他们都是一个抵抗轴心啊。是。但抵抗轴心背后，除了伊朗之外，中国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对，中国还协助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复交啊。好，所以中国也有很重要的角色。那假如在地缘冲突上面，中国都可以扮演一种重要的地缘角色的时候，那王毅见跟这个布林肯见面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个布林肯这几个月很忙，每个月都去中东，我算不出来，听说9次去中东了。他去那么多次中东，中间还跑去中国，再去稳定这个跟中国谈，所以代表说他非常重视中国在这个外交上面对于这个地缘冲突上面的角色跟扮演。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不要把他们全部串联一气，北韩、伊朗、俄罗斯加中国，你们不要串联一气。当如果你们串联一气的时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所谓民主同盟是最大的挑战，这对于拜登未来的这个选举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外交上，我们都看到是冰山的一角，我们看的都是冰山上面的，但是冰山下面是盘根错节，水很深啊，水很深。所以我们还是在研究拜登的这个整个外交战略的时候，这个很多可以去看的。但是总体来讲，他目前的外交战略，特别在这个地缘冲突上面失分太多了，造成他的民调都很低。538上面他只有38.9%的支持率啊，这对于面对川普是打不赢的。是。好，我们看完这个中美情势之后呢，现在来看日本的情况。现在日本情况似乎也不太好。怎么说？日本现在输给德国，沦为第4大的经济体哦。那现在外国媒体呢就曝露出4个残酷的考验，恐怕日本的经济还会再倒退哦。怎么说？日本去年的第4季的 GDP 呢已经萎缩了0.4%，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全球第3大经济体的宝座。现在呢已经拱手让给谁？让给德国跟英国。那现在卫报也分析日本现在问题就是面临到人口老化以及劳动力缺乏，甚至日元疲弱，还有经济萎缩等多项挑战。可是问题回来了，现在德国超过日本之后，德国现在好像也不太开心了。为什么？现在日经新闻就分析，他说2010年日本已经将仅次于美国的地位第2名让给了中国，现在已经到第3位，这是2010年的新闻。但是日本是沮丧是现实的，因为造成这样的冲突呢，主要差异的原因是欧洲的通货膨胀高了许多，使得德国的 GDP 也跟着膨胀起来了。那德日两国呢，它的2大出口国凭借着密集的工业结构，从中国崛起中的这个受益匪浅。那现在中国经济放缓，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跟能源成本也削弱了竞争力，让他们深受其害。那现在看到日本开始往下走之后呢，北韩是不是也开始出手了，趁机出手了？这个金正恩的兄妹党呢，现在要递出橄榄枝，试图要通日封南，封哪个南呢？当然就是南韩嘛，来瓦解美日韩结盟的关系哦。现在金宇镇就暗示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平壤的可能性。那专家也分析时机点也不是巧合。怎么说呢？金宇镇就说两国能够开创新的未来。那日本方面也回应说，已经留意北韩提出日本首相前往访问的可能一事。那金宇镇就说，这个两国呢可以采取共创新未来的方向，但这个取决于日方的采取行动，包括不再拿已经解决到1970年、80年代北韩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来做文章，那么两国就没有理由不靠近。那日本首相呢访问平壤的日子可能也会到来。那现在美国国务院负责北韩的事务官员就表示他支持这个北韩所有的外交对话，对日本政府为解决绑架问题所做的努力来给予大力支持。可是现在问题回来，尴尬了，就是南韩的部分现在尹锡悦的外交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任内首次推迟掉出访欧洲，现在引发揣测。因为我们知道原本的韩国的总统府是说，原定这个月的18号，尹锡悦呢就要到德国跟丹麦进行访问行程，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访问的时间表到底是如何。那现在韩国呢最大在野党的共同民主党呢就痛批尹锡悦说，这不仅是外交失利，而且有损国家的威信跟尊严。那现在韩国的这个民族日报就说，通常总统夫人会成为国事访问的邀请对象，但这一次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呢在去年12月访问荷兰之后呢，就在公众场合消失。尹锡悦推迟访问的可能性，可能跟金建熙是否同行大有相关。日本媒体也报道，日韩领袖呢将在3月20号会谈，一同看这个洛杉矶道奇队在
这个韩国的所进行的开幕赛。那为什么日本首相要去呢？坦白讲，就是因为大谷翔平的事情嘛。因为大谷翔平代表洛杉矶道奇队，现在要到南韩去参加比赛了。那日韩的外交官人员也透露消息说，岸田文雄正在评估3月20号要访韩，跟尹锡悦进行会谈，有可能一起看这个大联盟道奇队跟教士队的开幕战情况。那北韩现在是偷袭日本，导致现在这样的情况。那大家也看到，南韩自己其实也是问题重重了。现在超时工作也成为他们民生问题的重大原因之一哦。现在南韩的首尔7大医院的医生已经集体请辞了，主要是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还有外县市的病患涌入，医师必须要超时工作。那这也成为19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行动，预估有4.5万人上街头。那首尔的7大医院的住院还有实习生纷纷递出辞呈，恐怕让医疗体系陷入瘫痪。另一方面呢，尹锡悦在出席这个名校毕业典礼的时候遭到抗议，结果学生呢被特勤人员捂嘴直接拖走。哇，这个画面其实在台湾好像也是蛮熟悉的感觉。这个尹锡悦在出席这个国立南韩科学技术学院的这个学位授予仪式的时候，他也发表了贺词。结果没想到当中一名毕业生大声抗议，要求政府恢复被取消剥削的科学研究以及试验发展的预算。结果呢，当下被警卫人员捂住嘴巴的时候，直接抬出会场。话回来，先请教亮哥现在日本的经济情况是不是好像已经开始慢慢走下坡了？其实它主要是因为日币贬值了，是，然后德国是通胀嘛，所以一升一低就造成这个结果啊。是所以我觉得德国并不乐见这样的数字啦，因为德国的经济真的非常不好啊，德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接近0哦，是，难怪高兴不起来。而且最近有好几篇文章都在写德国跟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竞争状态。它有好几个产业啦，比如说汽车业啊，那被中国开始追上，是，然后它不断的在投资中国，那大公司一直外流。它去年的数字刚公布嘛，投资中国120亿美元，都是大公司，那跟德国的中小企业刚好相反。所以德国现在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北溪被炸嘛，对，所以人员成本大增，对，所以整个制造成本就变高了，所以不得不想要找出路了。不过我觉得东北亚这个真的值得注意啦。这个坦白讲，矛盾的起源，我认为是尹锡悦啦。因为尹锡悦去华盛顿访问之后，搞了一个华盛顿宣言，然后他就越走越激烈啊。他还包括说把美国的战略核子潜艇邀请进来，这个是犯了大忌啊。是啊，你事实上不止得罪北韩啊，你也得罪中国跟俄罗斯啊。我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不，他就是觉得北韩有核子武器，我没有，我就不安啊。可是这不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啊。是啊，他本来还异想天开啊，说你美国来我境内装中程核弹好不好？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嘛。这个比古巴危机还严重哦，所以可是就因为这样的情况，他就跟这个北韩产生了严重的敌对了。是。实际上他是先动的，他把北韩改称为敌人。那金正恩大概隔了1年4个月跟进，那结果金正恩你也知道啊，他做法更激烈所以现在变成南北韩这个不知道要该怎么弄啊。是，可是尹锡悦要看到了，就是普京下个月就要去访问北韩呢，没错，而且已经说了，你前一段有讲到嘛，会有一系列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果，好消息要出来。他已经这样说了，对不对？那请问美国给你韩国什么好康的？他把你三星拉走啊，到韩国投资了什么？就是这个你有没有想清楚啊？你现在是俄罗斯大举的在跟北韩做结合，北韩当然可能有提供炮弹给俄罗斯了，那俄罗斯跟北韩做很紧密的军事合作。这对北韩是非常不利，这对南韩是非常不利的。然后现在金正恩眼看着要跟岸田在寻求一个突破口，是因为岸田的民调我昨天看到那个民调，我都快要昏倒了。他民调只有16.9，哇，这么低啊！所以他现在也在找突破口了。就是说我至少缓和一下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威胁吧。所以去韩国看棒球。那个是跟韩国的不，那个事实上日本跟韩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尹锡悦本来就非常的亲美，所以他已经解决了他跟日本很多矛盾了嘛。所以这种看棒球算什么呢？解决了什么实质问题？你看到的是北韩，你的对手北韩正在跟日本接触，然后普京下个月要去访问北韩，是这个都很实质结果你在干嘛？尹锡悦睡不着觉。我就不知道尹锡悦在干嘛，所以就去看棒球，是不是？是这个我真的是对他的整个外交的构想，我是很难理解啦。这个实际上有点像小马可斯在菲律宾啦，就你搞了一整年一下仁爱礁，一下黄岩岛，那请问菲律宾得到什么？这个可是这两个就是一头热一头热，他以为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啊。比如说美国的核潜艇3不5时来韩国，那又怎样？对啊，对不对？你解决了什么问题？那菲律宾这样，你只是在表达你的情绪而已啊。然后你看到你周边越南啊、印尼啊，跟中国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有进展，所以这个令人难以理解了。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想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现在南北韩局势有解吗？我觉得很无解，而且很危险。大家一天到晚叫台湾是最危险的，其实我认为是南北韩问题很大。东北亚局势反而比较危险。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金小胖是出手是比较你很难以预测的。是。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这个问题的起因还是尹锡悦，因为他看到北韩、朝鲜有核子弹，飞弹又不停的在那里试射，是他所以先开始向美国要求部署美国的核子武器在南韩。美国很滑头我飞弹摆在你那里，跟我派一个潜舰去意义不一样对，没错。潜舰说走就走了，飞弹基地不是那么快撤的那是不是遭受到攻击，你就要负担整个这个盟邦的作战任务是。美国到现在是不愿意出兵的虽然南韩跟他有盟约，那只是一个形象上面是这个形象上的协定而已。最近有一个演习，我们看一个端倪为了加强韩日的这个抗中跟抗俄，他派了 B-52去，但是 B-52是2次大战的老东西那战略轰炸机只有在敌方没有空优的敌方的空优全部被你打掉了，你才能够展开战略轰炸。各位在家里看一看2次大战的那个美英对德国的空战，它不是大型的 B-17去吗？是，都要有去这个野猫中队的这个战斗机去护航。因为不护航，你这个大型的轰炸机很容易被击落，但是传统武器都容易击落现在你面对中国的歼20，苏联的苏凯，你这种 B-52居然是用的是日本的歼15去护航，是，难道美国的战斗机都没了吗？那这个我认为这个演习没有实质的意义了。只有在大战快结束，我掌握空优以后 B-52才进得去嘛。今天以中国跟俄罗斯这么多导弹、防空飞弹。高超音速的战斗机，是你这个演习等于是一个政治秀，所以美国表现的不给力，但是普丁给朝鲜又要发展核子鱼雷，又发展这个各种新的高科技武器，韩国现在是很麻烦，尹锡悦真的叫坐立难安了，因为敌手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越来越强，美国的资源有点虚这个东西怎么弄？所以美国也是在政治上打气嘛。韩国、日本、美国联手演习，其实这个演习我们看军人看是很虚的。是，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最后请教一下吴教授怎么看？尹锡悦是他当选的时候是代表韩国的保守派力量，是他这个国民力量党是以前3个政党转变集合起来变成国民力量党，然后让他推他出来，
然后他运用了所谓那时候我们讲仇视女性的议题也好，反共的议题也好，然后甚至他在选举的时候他就讲什么，我们要美国人的核子武器。因为他代表保守派嘛，是他们认为过去文在寅或者是朴槿惠对于这个美中之间两面交好的避险战略都行不通。对于北韩我们太容忍了，所以他在保守派力量就是我们对北韩要强硬，对中国不要再那么的倚靠，所以要摆脱中国市场。特别是我们要记得，在萨德危机的时候，有100万的本来在中国有100万的韩国移民，慢慢一直移剩20万，所以尹锡悦就抓准这个时机点。他不想在美中之间说我们再把鸡蛋放在2个篮子，我们要全面的以美反中这是尹锡悦在当时竞选的时候，他整个态势就出来了。所以他上台之后，他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全面的美韩联盟要紧密刚好又抓准了拜登这个民主大联盟，所以他们这美韩一拍即合之后呢，美国人又说美韩可以，美日可以，那么美日韩3边要进行更多的交流，所以美日美韩日韩就进行了所谓穿梭外交。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这些加入了节目来宾。第一位，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退役中将帅化明，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新国会的部分我们看到韩国瑜在这几天呢会见的这个孙小雅，可是大家有想到吗？这几天呢，包括过去民进党的立委，像是之前还有一些，包括像是王义川等人甚至做像这样的图卡来嘲讽韩国瑜说跪着走路，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见了孙小雅之后呢，大家谈得非常开心而且还是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完全打脸了民进党的说法嘛，甚至韩国瑜的国会处女秀呢，其实表现得也非常不错，甚至跟孙小雅呢闭门会见了将近50分钟左右。那韩国瑜在会中呢也送上他的这个春联，上面写的“荣耀吉庆”，旁边还有署名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好，孙小雅呢也是韩国瑜当选院长之后呢接见的首位驻台使节。那韩国瑜刚刚大家看画面也知道嘛，他非常幽默的将荣耀吉庆的翻译说 Have the good luck， 所以呢当时逗着现场大家哈哈大笑。而这篇发文短短1个小时，各位观众你知道按赞数多少吗？已经到了上万个按赞数，反应相当热烈。那这次孙小雅来找了韩国瑜密谈，其实好像背后也有些目的所在介文吉大使呢就惊爆说他牵动了美国利益。怎么说呢？他说孙小雅现在需要具有实权的国会龙头打好关系，也是要试探对韩国瑜跟美国利益有关的立法监督以及审核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现在过去我们看到包括一些网络节目其实也有跟孙小雅做一些访谈这个呢是木曜4超玩，他就提问说美台是不是盟邦的关系？结果呢他马上秒答说 No。怎么说呢？这个台资员就问这个美国跟台湾是不是盟邦吗？那孙小雅秒回说不是，他说，美台双边是朋友，是合作伙伴的关系。那看出来呢，美国在这个底线还是踩得比较死一点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议员呢，这个盖拉格呢传出下周要率团访台，那随行的团员也说，美国将明确来这个释出挺台的讯息，而且呢也会会晤赖清德跟韩国瑜。那现在看到这个立法院新闻都是韩国瑜的，当然民进党立委也不甘寂寞嘛。民进党立委呢，现在包括范云等人就发起说拒绝让国会变成秀场，网友就反讽说，那不就是你在带头作秀吗？看到包括范云还有万老师跟黄捷等人，现在组成一个为下一代而战的国会连线，不让新国会成为政治综艺秀的秀场。结果网友就怒酸说，这个万恶之源的范父这个范云不就是在带头作秀吗？另一个部分要提到这个沈伯洋部分，说现在防御层级要拉高，说调查局要成立这个认知作战的研究中心。结果呢，现在说这个防御层级要拉高，然后要成立这样的东西来回击，继续打认知作战的部分。不过现在大家在谈到说外交的部分，现在包括了帛琉总统现在的信函也揭露说，中国的诱利手段，说订满所有的帛琉房间，要希望能够放弃跟台湾的邦交。那美国智库呢，这个研究员也发文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说，这个会述人致函至不具名的美国联邦的参议员信函，说表达帛琉急需通过自由加盟协约的
援助款。那这封信呢，其实呢也提到说，这个中国提倡说，希望帛琉跟美国来断交，那也开出条件，希望帛琉放弃与台湾的邦交关系。信中更提到说，中国已经提议将订满所有房间的金援，而且来援助帛琉观光，甚至将民营的饭店盖越多就订越多，每年甚至以2000万的美元来资助当地占2英亩的这个客服中心哦。那现在我们这个新闻大白话呢，也向台湾的旅行社来做求证哦。那现在说呢，还是有空房所在，但是民进党立委呢，现在看到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他们是不是想借机炒作呢？他说这个利诱手段，他说就像洪都拉斯当时的一个情况一样，因见不为怨呢。这个吴思瑶就说，反观洪都拉斯跟中国建交之后呢，不断减少了1万个工作机会，外汇更是锐减了将近1500万的美金。那与中国的金钱外交呢，还没有获得其利，就先受到其害。相信盟邦一定会坚守民主的台湾，站在一起。话回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这次韩院长跟孙小雅的会面，是不是也等于打脸了民进党的期待？孙小雅本来对新的政治领导人，他一定会拜访的啦。是，尤其现在变成朝野共治的局面，立法院也是一个权力中心嘛。是，所以孙小雅本来就会来拜访新的院长，这个例行的啦，而且以美国做情报的习惯，他也要就近观察啦。是。而且回去会直接写报告了，就是你对韩国瑜的观察如何？会把金句也写在里面。我估计应该会有政治组长随行吧，他们就会写有关韩国瑜他们的观察所感啦，一定会写的啦。然后还有以前民进党蔡英文把台湾最重要的筹码都花光啦，那那个国民党团会不会继续接受？他们当然想要知道，比如说莱猪是不是继续进啊？那个特别预算，今年国防预算6000亿会不会变动啊？就维持美国的利益不要受到影响。当然是这样这个本来就是他的责任还有波音28架是不是照买很多啦。这个本来就是他要，其实人家是尽责啦，是，他在守护美国的利益嘛，所以来了解情报，然后守护美国的利益就是他的责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韩国瑜他是天生的外交家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那事实上，未来国民党比较重要的还是党团的问政的能量，没错，那个才是主要的了那吴思瑶去讲这个干嘛呢？吴思瑶，你讲这个，那请问洪都拉斯会回来吗？那要不要去检讨一下？那请问你蔡英文丢了10个邦交国，那怎么没有一个回来的？你不是说都被骗了吗？那怎么都没有回来呢？对不对？洪都拉斯人家才刚去拆旧账，说欠台湾那个贷款的融资大概有140亿台币，不是吗？那你还不协助政府去追账？哇，洪都拉斯现在，你这样去讲没有错啦，因为洪都拉斯的那个白虾对，它出口大概1亿多美元以前台湾大概买了将近一半，可能超过一半那因为中国大陆实在是太大了，他买的量也大，所以他就要求洪都拉斯降价嘛，价格要压低嘛，这个是事实。我们是用高于全球的平均价去买洪都拉斯的白虾，可是这个东西的替代的国家实在太多了啦，南美洲最大的是厄瓜多尔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恐怕吴思瑶作为执政党的立委，他应该要提出我们有什么办法，对应对的方法。你怎么知道帛琉去公开这个文件不是要来跟你要钱呢？不然请问他公开这个干嘛？是我莫名其妙公布一个说，中国大陆说要帮我盖旅馆呢，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要钱吗？对，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嘛？是所以我说这个帛琉，我坦白讲了，美国帮你守着啦，对，因为它有一些防务的协定啦，是美国跟帛琉、马绍尔群岛都有这种协定，自由之岛，所以是美国帮你守着了，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啦，这个不容易啦，不容易跟中国建交啦，说实在的，可是吴思瑶应该要做的是反省你蔡英文为什么8年丢了10个邦交国了，他这不是转移焦点嘛？对不对？而且未来真正危险的地方，你怎么不去顾呢？图瓦鲁对，瓜地马拉、海地你要不要去顾一下？对不对？是，帅将军你怎么看呢？第一个，孙小雅去看
韩国瑜当然除了例行他的工作以外，当然也要探探风向，是因为唯一能够影响到美国利益就是国会嘛，对，预算嘛。对现在这个今天台湾老百姓也认为我们常常买的这个凯子军售受不了。第二个逼我们买城镇作战这个很下低档的这个武器啊，是台湾又不能达成保台的任务，反而搞这种作战的话，就是大量人民的牺牲了，包含军队。所以这个问题当然美国会担心了。你看，川普还没上台就跟全世界宣告保护费要增加啊，这个军售要增加啊，你不买美国的军火，到时候恶人会打到你家去啊，这种话都出来了。先勒索就对。对，就是恐吓都出来了嘛。所以将来国民党在国会里面就面临这个，我们的国防预算会不会滥用的？那这个就牵涉到美国的利益了。是。第二个，帛琉我去过2次了，哦，根本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个州啦，老百姓用的是美金，特区了，对不对？特区。哎，第二个，帛琉是靠观光旅游的。中国大陆就靠订几个房子，要他跟美国断交，你不天方夜谭吗？讲这个话这是谎话。帛琉为什么美国要替你顾啊？20次大战的帛琉附近是战略水域，对，美日之间作战，我在帛琉看到水底下有美国的一个驱逐那个飞机啊，是。那这都在美国的战略构想里面，帛琉当然是他的嘛。你中国大陆靠观光订几个房间就把它买了。疫情期间，美国还给帛琉的居民发 stipend， 对呀，花钱呢。因为帛琉没有办法生产什么东西，除了观光旅游，没有什么。得靠观光来。靠观光过活的嘛。所以这个问题啊，这种信息啊都是假讯息。第三个，你要升高认知作战，是不是对所有以美论的都要增加一个啊？国家安全以国安之名假汝之罪，是无聊嘛？你这个认知作战到 TikTok 都要被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沈伯洋号称你还是黑熊部队的这个创办人，拜托啊，对国防上多一点认知，请他去阻止拜登登陆抖音呢。还有这个能耐吗？真的，现在这个很多新闻叫做鬼扯，是鬼扯，包括范云这个也是嘛。对，那个范云那个说法，哎，我就懒得，这种做的梗图也太低劣了。我跟你讲，韩国瑜的反应机制一流啊，这些所有政治人物里面，你看跟王世坚2个人对话，你就看出来这个人反应有多快啊！他会上你这种当吗？连我们这种普通立委在立法院被记者堵麦的时候，我都要想你下一题是什么，你背后想套什么话，何况是韩国瑜嘞，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民进党是看不得人家优秀啊，自己又拿不出几个人才，做点像样的事情吧。我不是讲说有政党的旗舰了，你看他的部会首长，我觉得专业能力、执行能力都不够，危机处理也不够。是像那个菲律宾那个大陆的渔船被撞，对不对？海巡署执法有什么不对？把录像带拿出来就完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民进党这个危机处理反应不够快。海巡署还打电话给我讲，哎呀，什么侦查不公开，这个国安这么危急的事情，录音带出来有什么跟侦查有什么关系？马上解掉两岸这个人民的这仇恨值嘛。所以这个问题，哎，真是，虽然赖清德你当选了，我觉得他内外环境都不是很顺畅啊。这吴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孙逍遥来了之后，除了要巩固美国利益的这个讯息之外，还有没有带来其他的讯息？其实孙逍遥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他的经验非常老道。所有政治人物当选，他都会有贺电，不管是哪个那个县市长当选的贺电，面面俱到。然后这一次他也去拜访，其实他就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像他去参加这个木曜4超玩，台资人问他说，台美是不是盟邦啊？其实。以台派来看法，大家觉得应该要盟邦啊，对啊，最好是把台湾关系法什么升格变什么国际条约啊，是啊，让我直接变盟邦。问题是，这是美国的利益吗？或者美国的核心利益吗？美国有说要改变现状，从战略模糊变到战略清晰吗？他说 no 他明显就立刻说 no， 一棒打响了这些所谓台派人认为说要战略清晰的这个构想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事情从2020年我们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里面，他们的这个总裁叫 Richard Haass， 不是 Ryan Haass，Ryan Haass 是 CSIS，Richard Haass 他写的那篇文章跟他的徒弟David Sachs 讲了，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
必须不要再模糊了。从2020年开始，所有的舆论开始讲，哇，美国对台战略清晰啊。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再模糊下去，中共的灰色地带战略、灰色战术啊，这些会不断的这样蔓延到台湾哦。所以美国是该战略清晰了。好，那想请问，如果美国战略清晰，那孙小孩在讲什么？而且不止孙小孩讲哦，布林肯之前也讲哦。对，我们支持一个中国，对不对？好，那所有的这个从2020年来，所有的这个 debate 不攻自破，为什么？因为如果美国要把这个红线打翻，从战略模糊变到战略清晰，第一个，他要确保第一个亚太地区的所有盟邦你们都准备好，对，日本准备好了，南韩准备好了，澳洲准备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好，如果大家没有准备好，我想拜登不敢断然的把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他只是用较为模糊的方式在解释这个东西，或较为清晰的方式解释战略模糊，他都没有改啊。如果没有改，台湾就不会是盟邦嘛。是，但是他不能降低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所以他会一直说我们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没有降低啊，这点是他们不断的在重述的东西。是啊，那孙小海，我想他是一个称职外交官，他面对这个问题，他第一个时间跳出来说不对，你讲错了，因为他不能在他的口中讲出任何一个造成这个改变现状的任何词汇，那会犯大忌。是，特别是美中现在在探求这互相摸索，进行又战略又竞争又合作的这个态势之下，不容许他犯任何错误啊，这第一点。那我们来看这个帛琉，刚才其实亮哥讲的没错，其实帛琉、马绍尔和密克罗尼西亚跟美国有签订安全协议，他们叫民主之邦啊，民主之邦就是他们基本上是保护国的特色，他们叫 protectorate。美国虽然在里面，它不是美国的第几州了，但是基本上它就受到美国的保护，因为它没有军队。对，连马绍尔的警察都是美国人帮你带训的，帛琉也是，所以将军去了，那边可以用美金，所以基本上它是有一个阶层性的体制，叫 hierarchical structure， 就国际关系里面我们讲，虽然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但是美国有一个纵深的这个所谓的阶层体系在控制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是听命于美国的，他们在联合国投票也跟着美国投票的。是。那马绍尔跟帛琉是我们现阶段较为稳固的邦交，我支持亮哥讲的，倒不如去看瓜地马拉看一下瓜地马拉这样情况怎么样，很危险我觉得相对于帛琉相对危险，帛琉很稳其实不用担心。但是我要再补充一个，就是如果这些变心的邦交像洪都拉斯，我要套一句棒球的术语，他们像全垒打变心的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嘛，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常看棒球讲这样变心的女友回不来了。回不来就回不来了，你要怎么样巩固剩下的？回来又要另外一笔钱。对，还要跟你要另外一笔钱，最好不要回来了，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的南太平洋友邦是这样，要两面要钱，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接下来在赖清德政府要特别小心的。是。